一条街都是皇帝和贵妃。沈阳也有一个故宫，清朝开国3代君主登基的地方比北京故宫建的还要早。盛京宫阙，百年沧桑。沈阳故宫，它是清朝皇帝的住宅，也是中国仅存的2大皇宫之一。这座见证清朝崛起的盛京皇宫，是满汉蒙文化融合的活化石，张学良旧居就在旁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，今天我将去游览沈阳最著名的2个景点，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。因为这2个景点都有很厚重的历史背景，如果没有导游的讲解，自己去就只能看到2堆旧房子，相当于只是看了个热闹。所以我选择128元的跟团半日游，这个价格还包含了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的门票，但不包含午餐。这2张门票我自己买的话需要98元，相当于花费30元购买了导游的讲解服务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。早上8点半，我在约定的沈阳故宫大门前集合。沈阳故宫占地约6万平方米，整体分为东、中、西3路。它没有北京故宫的磅礴与恢宏，却独有一种塞外雄风的苍劲与质朴，呈现出独特的3轴平行格局，融合了汉、满、蒙、藏多民族的建筑智慧。许多人初到沈阳故宫，第一反应往往是比北京故宫小多了。诚然，占地面积仅6万多平方米的沈阳故宫，仅及北京故宫的1/12，但正是这种小，让它多了一份可以细细品味的精致，也多了一份军事堡垒般的紧凑感。与北京故宫强调的中轴对称、等级森严不同，沈阳故宫的建筑布局充满了游牧民族的实用主义色彩，融合了汉、满、蒙、藏多民族的建筑智慧。沈阳故宫的大门口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拍艺术照，门口有一个文创冰淇淋的售卖车。现在全国各地的景点都开始开发文创冰淇淋，反正只是在食物上印字。又等了一会，团里面的人基本到齐。此时的沈阳故宫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。来之前，我完全没有预想到这样纯历史人文的景点也会如此火爆。沈阳故宫有4个门，全部都是从大清门进入，西大门出去。沈阳故宫里面的讲解员收费是100元一个人，设备讲解器租用是15元每人，还有15元的手绘地图，可以盖上5枚沈阳故宫的纪念章。工作人员还会给你讲解每个章的寓意。这个没有展开的蓝色小旗便是我们团队的旗帜。机智的导游说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不展开小旗，整个沈阳故宫里只有我们是不展开的，便于大家一眼找到队伍。漫长的队伍，炎热的天气，很多人说旅游是花钱买罪受，确实也是事实。但旅游过后再回想，就算如此受累的旅行，体验也比在家玩手机好上很多。沈阳故宫比北京故宫晚建了219年，面积也只有北京故宫的1/12。它的建造共是经历了3个朝代，工程跨越了努尔哈赤、皇太极和乾隆等3个朝代，共计用时158年才最终建成。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，是清朝初期的皇宫。努尔哈赤定沈阳为都城，并在沈阳的旧城中心开始修建沈阳故宫。结果第2年，努尔哈赤便去世了，皇太极登上宝座，他续建了另外的一些宫殿，前方就是崇政殿，皇太极办公的地方，用来日常上朝理政、裁决军国大事的核心殿堂，被誉为关外金銮殿，也是盛京皇宫最重要的政务中心。沈阳故宫还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地点，当年皇太极就在这个床上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据传是从下午的2点一直坐到了傍晚的6点，4个小时一动没动，一直端坐在这个清宁宫的南炕上。皇太极最后在这里与世长辞，停止了呼吸。对于皇太极的死因，史书上写的是上午极，端坐而邦，导游的话术里则是高度怀疑皇太极死于心脑血管疾病，应该是突发心梗或脑梗。为什么会这么分析？是因为皇太极是一个大胖子，体重达到了260斤，他晚年的时候胖到连马都驮不动他，由此推断他肯定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皇太极几位后妃的房子的大小高低，严格依据后妃们的咖位，地位越高的妃子房子越高越大，
由此可见等级的森严。这几位后妃中有3位是亲戚关系，一个姑姑和2个亲侄女，共侍一夫。游览沈阳故宫，看的不仅是建筑，更是历史的转折点。这里是顺治皇帝福临登基的地方。1643年，年仅6岁的福临在崇政殿继承皇位，次年清军入关，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进程。沈阳故宫不仅是清朝的第一首都，更是满汉蒙藏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者。沈阳故宫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，它不像北京故宫那样威严的让人屏息，它更像一位慈祥而沧桑的长者，坐在盛京的老街上，向过往的行人娓娓道来，讲努尔哈赤的雄心，讲皇太极的深情，海兰珠与皇太极的爱情传说，讲孝庄文皇后的智慧，也讲那一页页翻开又合上的关于家国与天下的往事。大家跟着我的小旗杆来看，这边那根最高的跟个大柱子似的，这个就是烟囱啊。无论是武功他们取暖还是后边做饭，这个烟道都是从地下脚底下通到这个烟囱之中的。整个烟囱呢，它一共是分了11节，最上面还有3块砖，这在当时就已经是老远了，在位的12年。那3块砖，那么正好是统一在位的最后。从沈阳故宫出来，门口这条满清街迎来了一天中最鼎盛的时候，半条街的艺术写真店生意都忙碌了起来。他们提供清朝皇帝、贵妃、格格、宫女的服装和化妆服务，做好造型后，便会在前面的广场上拍艺术照。现在沈阳故宫的街上就出现了10几个皇帝同时出街，数不尽的贵妃格格散布于街头巷尾。从沈阳故宫穿过一条街，就到了张学良旧居。导游介绍说，张学良旧居主要有大青楼、小青楼、西眼红楼、赵四小姐楼等建筑。我当时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这些名字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张学良旧居又称大帅府，是张作霖及其长子张学良的官邸和私宅，总建筑面积为2.76万平方米。导游说，张学良还当了一次老赖，荷兰建筑公司承建的几栋楼房，最终都没有收到张学良的工程款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张学良主政东北后，准备建7栋新的3层楼房，给每个弟弟分1栋。当时搞得还挺正规，进行国际招标，最后选定了正在葫芦岛施工的荷兰建筑公司承建，双方白纸黑字签订的合同。1931年春天，荷兰公司开始修建，没过几个月，918事变爆发，张氏帅府也被日军占领，张学良只好通知荷兰方面停止修建。荷兰公司看张学良违约了，并依据合同要求张学良赔偿所有损失。张学良当然不同意，荷兰建筑公司便上诉到国际法庭。张学良还专门派了一个专员前往日内瓦出庭进行申辩，说本人全部财产，包括建筑工程，已经被日本当局强行霸占了，剩下来的钱你得去找日本要。搞笑的是，日本方面迫于国际舆论压力，只好同意接手履行建筑合同，由日本向荷兰建筑公司支付全部的建筑费。1933年，这些建筑全部完工。尽管张学良是以主人的身份建设此房屋，但也只是见过设计图纸，终生从未踏进这片建筑群。但在沈阳市房产登记档案里，这片红楼的产权归属栏上仍然写着张学良的名字。逛到张学良旧居的某处庭院时，基本上整个旅游团的人都坐在石阶上，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，不太想往前逛了。这时导游进行了一个神操作，他似乎早已预见这一切，然后掏出一叠照片，是剩下的没有走完的景点内容。导游让旅行团的团员们传阅照片，然后进行就地讲解。可以想象，之前无数个同样行程的旅游团走到这里时，都遇到了和我们同样的境况。在导游的眼里，我们就是10点撒式带小时候喂水的一群鸡仔，
果然，人群就是遵循一定的乌合之众。12点半左右，全部的旅游行程结束，导游和我们挥手再见，他全程戴着口罩，我甚至都没有见过他的脸。走出少帅府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张学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花花公子，是爱国将领，是千古罪人，还是千古功臣？忽然想起张学良晚年说过的一句话：我的事情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，从21岁到36岁，这就是我的一生。1936年之后，他被幽禁了54年，从西安到南京，从台湾到夏威夷，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座他长大的宅子。他在大洋彼岸活到了101岁，活得比这座宅子里的任何人都久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在未知的路上，脚步追随心中的方向，每一次呼吸都充满力量，等待绽放的梦想，让希望随风去远航，穿越黑夜迎接晨光，所有的约定不会遗忘，美好终将落在手掌。你不必是一朵花，不用开给谁看啊，风会吹雨会下，你只管自在发芽。他们说登顶才算辉煌，要精准的步履和方向，你逼自己日日奔忙，却弄丢了眼底的星光。后来你停在路中央，看流云自在的流淌，没有诗没有远方，却活得辽阔又宽广。你终于剪断所有捆绑，让灵魂静静地安放。原来生命不用模仿，你本就有独特的重量。你不必是一朵花，不用开给谁看啊，雪会落雾会散，你只管按节奏生长。你不必是一朵花，不用讨谁的喜欢啊，清风双剑万物，你就是自己。